大秦帝国是我们的第一个封建王朝，当时秦始皇花了差不多10年时间统一天下，按照他的想法，使他的帝国能够传承千秋万代。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经历了20而亡，非常可惜啊！其实，在2000多年的历史当中，很多学者，包括很多人都觉得可惜，他们都会想着，如果当时继承帝位的是扶苏，不是扶害，大秦帝国的命运是否能改写？今天我们就来到了陕西绥德县，这里就是扶苏墓，了解一下扶苏的故事。已经进来了，这个地方应该是重新整修过的，在这里还能看到一些雕塑，这个是大秦帝国当时那些士兵的塑像。这里也被称之为天下第一太子墓。扶苏没有当过太子，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身份呢？这主要是他的父亲呢，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位帝王，他一生没有立皇后，也没有立太子。而扶苏呢，是作为秦始皇的长子，一直是当着接班人培养的。当时他被所有的大臣，还有帝国的百姓一致认为是帝国的接班人。可惜时也命也，最终呢没有成功。那这个天下第一太子，这个是后面的人为了敬重他、纪念他而认为是如此的。其实扶苏一直是没有这个身份，如果他有太子的身份，那他很有可能就能够继承帝位了。确实情况是没有。现在我站在这里，相当于就是我们经常走陵墓的神道，两边呢有一些石像生。当然，这个石像生是现在才建造的。这个石像是不是挺好玩的？大家看看，跟我们平时看的那些陵墓的石像生非常不一样吧？这个是不是有点那种卡通人物的感觉？我猜想，这个可能是根据秦国时期的一些人物来雕凿的，很有可能是当时的宫廷将军、宫廷侍卫等等。在扶苏雕像后面就是他的墓冢，2000多年前他去世之后就安葬在这里。这是文保碑，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扶苏墓。在这个墓冢旁边看到一个小房子，看看是干什么的。因为这种墓冢不知道有没有被盗啊。这个小屋刚好就在这个墓冢的旁边，不知道是不是地宫的入口啊。我们看看里面，哎，真的有一条道路一直通往底下呀。这难道是地宫吗？因为这里锁住，我们进不去了。反正就是这样，可以看一下，很有可能啊。这个扶苏墓有没有被盗呢？正常来讲，2000多年这种墓呢，一般是很难逃离以前的那个盗墓贼之手的。你像秦汉时期的很多墓葬被盗了，那这个地方呢，按照一些资料说，尽管是有盗洞，但是墓室是保存完好，不知道真假呀。这个墓没有被盗，我感觉应该是真的，因为当时扶苏去世是被下令自杀，因为是以秦始皇的命令下令的，在那个时候肯定没有多少陪葬品的，甚至说没有陪葬品，那么可能就没有人会去盗他的墓。我猜想可能是这样的。这个墓冢是可以走上来参观的，听说上面还有个亭子，也有100多年的历史了。现在能够上到封土堆的已经不多了，挺悠久的。在陕北，可能这些建筑比较少啊。秦国经过商鞅变法之后，以法家思想为基础，使得秦国成为第一强国。经过好几代人的努力，最终呢，在秦王嬴政的时候统一了全国。在39岁的时候，秦始皇成为中国第一个皇帝。因为在他之前呢，没有皇帝，他觉得他的功劳很大，包括他大臣也一致认为。于是呢，就把三皇五帝中的皇和帝拿出来，单独称为皇帝。于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帝王出现了。当时秦始皇还想让他的江山千秋万古，于是呢，他自己任命为秦始皇开始嘛。他的后代皇帝呢，2世、3世，他的愿望是好的，结果呢，没想到
大秦帝国20世而亡。那秦始皇想让他的帝国传承千秋万代，他呢继承人就非常重要，选择好一个继承人呢，这个帝国确实能够传承好多代。我们看中国的历史也知道，你像后面的隋朝跟秦朝很相像啊，当时都是国力很强盛，但是呢也是短短的20世而亡。这个可能就是继承人没有选择好。秦始皇的时候，他是以法家思想为基础，他选择继承人肯定呢是要选择一个政治主张和他相近的。那扶苏当时作为秦始皇的长子，秦始皇又没有立皇后，相当于没有我们常说的嫡子嘛。不过呢，作为长子的话，扶苏一直是被养在皇宫里。秦始皇一开始呢也非常喜欢他，给他请了很多名师来教导。因为一个帝国的继承人，他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那当时秦始皇就请了很多儒家学者来教育扶苏，结果没想到啊，这个就我们说偏离了秦始皇预立的轨道。秦始皇是法家思想，而扶苏呢是受到很多儒家学者来教育，那跟秦始皇的很多主张有冲突，经常他们两个在国事方面呢有争执。那特别是到了公元前212年，秦始皇要杀一批人，扶苏呢坚决反对，在这个时候惹怒了秦始皇，于是呢就把扶苏贬到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当时是叫了九原郡来监军。当时在边关有孟田的30万大军嘛，在抵抗匈奴，那秦始皇就把他贬过来了。在这里呢就有多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说扶苏是被秦始皇叫到这里了，让他锻炼，让他体会一下边关的苦，一个帝国的不容易。我们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大概就是说让扶苏能够看一下帝国真实的状态，靠你那个儒家的思想能不能治理国家，这是一种说法。另外一种说法呢，就是说秦始皇对扶苏其实已经有一些放弃的手法了。一开始是作为继承人，但是后期经过长期的实践，他们两个人的政治观念完全不同。那作为这个统一天下的帝王，他是想着自己的政策能够延续性。你如果说弄一个政治观念跟他完全相反的，他的很多政策到后面就会随人消亡，被改了。所以秦始皇这是不容忍的，他把扶苏发配到九原这边来，很有可能呢就是已经放弃他作为帝国的继承人了。这是两种说法啊，大家觉得是哪一种倾向多一点呢？按照2000多年的历史，大部分人都认为这是秦始皇在锻炼扶苏。我们接着继续讲，秦始皇统一东方六国之后，他其实没有把那东方六国的那些贵族、王公大臣赶尽杀绝，而是呢迁移到咸阳，有一部分呢还留在当地。那当时尽管说统一了六国，但是呢矛盾非常尖锐，就是我们常说的，他们尽管说是从军事方面统一了全国，但是呢政治、经济、文化还远没有统一。因为毕竟当时东方六国就战国七雄，他们分裂了几百年，要融合是有一段时间的。那当时其实帝国下面的暗流涌动，所以我们就能够看到秦始皇经常巡游全国。他是去玩吗？其实不是，他就是为了稳固他的大秦帝国的江山。结果呢，没有想到他在最后一次出巡的时候，在那个沙丘病死。沙丘这个地方非常好玩呢，从古至今都被称之为是很多帝王坟墓一样的。以前有伏伏骑射的那个人，按照《史记》记载，秦始皇病重的时候，他下诏书说去九原这边招扶苏回来继承帝位。结果呢，遗诏被赵高和李斯扶害密谋改掉了，立扶害为帝。同时派出使者拿着假诏书来到九原，要求扶苏自杀，就是说的他不尊重父母，不尊重君王。
那当时扶苏看到这个诏书之后，就决定自杀，因为他深受儒家思想的那个洗脑一样的教育。当时孟恬是掌管30万大军，他觉得这个不对劲，因为首先孟恬是镇守边关的30万大军，没有做什么违法事，而且呢算是秦始皇的心腹之臣，他不可能要杀。另外一点呢，扶苏作为秦始皇的长子，他当时政治相左，只是把他发配到九原，也不可能想杀他。但是扶苏说了这样一句啊：“父亲要我死，君王要我死，我只能照办。”于是呢，自杀了。那自杀之后，蒙恬也一样的了，也被下令自杀了。那这个时候，大秦命运的帝国就改变了。其实从秦始皇死后，大秦帝国的命运可能就改变了。在2000多年的时间里面，很多人都认为扶苏呢是一个仁义，他跟秦始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是由他继承大秦帝国的地位，秦帝国很有可能不会那么快灭亡，甚至呢不会灭亡，因为就是赵高改了遗诏。其实我觉得啊，在这个遗诏上面，到现在仍然有疑点。为什么？你想啊，司马迁的《史记》里面记载是赵高、夫亥、李斯他们这些人篡改了秦始皇的遗诏，本来是想着让扶苏掌管秦帝国继承帝位的，但是他们趁秦始皇死的时候改了。其实我就有个疑问呢，改遗诏这个是非常秘密的事情，他司马迁是怎么知道的？如果司马迁知道了，那前面的秦帝国的文臣武将他们不知道吗？这个是怎么流传来的？难道是赵高说的、李斯说的、夫亥说的？这不可能啊！如果他们任何一个人说这个诏书是假的，是我们篡改的，那肯定有一大批人会把那个赵高、李斯处理掉了。因为在那个时候，皇帝的遗诏这个身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就是要站在这个制高点。所以我就有点奇怪啊，这个篡改遗诏明明是这么非常隐秘的，怎么会有人知道呢？你打比方说，如果当时那个很多人知道这个遗诏是假的，他夫亥不可能登上帝位的，因为大秦帝国那么多势力，不单单是一个夫亥、赵高、李斯能控制的，因为当时他们军权根本不在手上，所以这个就非常具有疑问了。所以说，夫亥继承帝位，真的很有可能就是秦始皇的遗诏，因为从秦始皇去世到秦朝灭亡都没有确切的证据说夫亥是伪造了遗诏登基。当时那么多势力反秦，也没有人说夫亥是伪造诏书登基的，只是说司马迁的《史记》里面这样写的。但是如果大家去看《史记》的话，司马迁也没有确切的说是篡改了诏书。不过让扶苏自杀的诏书很有可能是赵高、胡亥他们写的。时也命也，最终呢，扶苏去世之后就安葬在这个地方，他身上隐藏的秘密太多了。